家好，我是 Selina，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Selina's 嘀咕。那今天呢，想要跟大家分享我是如何从60公斤瘦到现在大概47公斤。那60公斤的话，我体脂大概是34%，到现在47公斤的话，体脂大概是18.6%。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一路的故事跟挑战，有兴趣的话，欢迎继续看下去吧。第一的话就是为什么想要减脂？那我记得我国小的时候大概只有45公斤吧，非常的瘦。到了国中之后呢，就体重开始慢慢飙升，到了53、54公斤，那其实就是肉肉的样子。那在过年的时候呢，其实我不太喜欢过年跟有亲戚在的场合，因为我妈都会说我是大饼脸。虽然她可能没有那个恶意，但其实我那时候有点受伤。我那时候也很在意别人跟我说你肉肉的很可爱。有一些亲戚呢，他们就会笑说肉肉比较可爱。我不觉得肉肉比较可爱。别人谈论到我的身材的话，我会觉得很敏感，而且比较会容易不开心。到了高3的时候，就是考完学测了嘛，心情比较放松。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积极的减肥。那时候尝试的减肥方式呢，就是早餐跟晚餐只吃麦片跟牛奶还有水果，就是一个很不健康的方式。那我那时候也不知道麦片有分健康的麦片、大燕麦片，还有一般的 cereal 那种麦片。我跟你讲 cereal 那种麦片超级容易饿的。我那时候就是吃了巧克力口味的 cereal 加牛奶，超好吃。然后我还会吃一颗小苹果这样。然后我吃完之后，早餐可能大概隔2到3个小时，可能10点11点我就觉得好饿好饿哦。那到了中午呢，我又吃很少，只有吃1小碗饭，因为我那时候要控制我热量。我那时候是怎么坚持的我也不知道，然后我就是坚持了1到2个月吧。然后到了晚餐的时候呢，我就会再吃麦片加牛奶，还有一份水果，可能是奇异果或者是苹果。所以我那时候是饿着睡觉的，所以也是蛮痛苦的。那到了大学之后呢，就是想变漂亮嘛，那我就把减肥当成了是我的日常，天天减肥，没有不减肥的时候。国中的话大概是53、54公斤嘛，那到我学测完积极减肥，那时候瘦到快50公斤，50到51公斤。最瘦的时候应该是大3下的时候，因为我那时候尝试的一个方式就是算是节食减肥。大学的时候有接触过赫差福，大家应该多少都有听过吧。那其实他们讲求的方式是就是每一天你只能吃1餐，可能就是午餐，那早晚的话就是喝奶昔。那我个人那时候不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健康的方式，那我现在回过头来，它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方式。那只是一个代餐，但是你可能没有想到它的一些应该摄取的营养素，还有你整个身体的机能会不会被受影响。瘦到45公斤、46公斤，非常非常的瘦。然后但是我那时候的体力很不好，我可能爬楼梯爬到4楼，我就会觉得很喘，我就觉得天哪，我体力怎么这么差。那时候就是吃很少，搭配运动，当然会瘦，但是瘦的非常不健康。而且我常常觉得很饿，就会觉得睡前好饿，但只能多喝水，然后甚至有时候会饿到有点发抖，你知道吗？就觉得怎么会这么的痛苦，减肥好痛苦哦。那我就是那时候也是很天天计较卡路里哦，就是超商我去买个御饭团，买个什么东西豆浆，我都要去很精准的去算它的卡路里。对我来说，我觉得压力很大。外表看起来是瘦的，但肚子很大，肚子就是瘦不下来。那我那时候非常严重，就是我生理期都不来，甚至我长达半年生理期都没有来。然后后来我就去看妇产科，他就是只能给我吃那种催经的药，每个月吃1次，然后我可能吃了几天，然后后来生理期就会来，然后就要定期回去拿药这样子。那如果你不吃的话，就会没有生理期，非常可怕。那时候皮肤的状况也很不好，很容易就是泛黄或者是长粉刺啊，然后头发也开始觉得怎么好像有点掉的越来越多的感觉。喝高蛋白呢，它其实就是一个补充蛋白质的方式，它不应该拿来取代你的2餐。你都只喝高蛋白奶昔的话，是一个很不健康的方式，也很容易会让你的营养不均衡。那时候的我当然没有所谓的肌肉量的概念，那就会觉得说我体重越低越好，但其实瘦到了自己的肌肉都不知道。
所以你就会陷入一个溜溜球的效应，就是你只能越吃越少。如果你多吃一点，你很快就会复胖回来。那你很容易会因为你体重的高高低低而得失心很重，而且你会觉得很焦虑、很不安。我那时候的感觉就是这样子，我就是不断的节食，让自己身体状况很差，然后甚至到最后呢复胖了。那为什么会复胖到60公斤呢？这个故事是在我刚毕业的时候。那刚毕业的时候是回云，那时候在台北，就是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，就回云林。那回云林之后呢，就是在家待了一段时间，那身心灵的压力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。那时候的压力让我大到就是暴饮暴食，怎么吃都不会觉得饱。那甚至我觉得有一次是蛮夸张的，我跑去1楼拿了一整条的吐司跟一大瓶的牛奶，我就把那一整条的，我就一边哭一边吃的那个吐司，我竟然把一整条吐司给吃完了，我还喝了一大瓶的牛奶，一大罐的那种牛奶，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夸张。那时候其实我就是不管是身心灵的压力，或者是因为生理期的关系，那个10个月的时间呢，对我的身心灵的状况是非常非常糟糕的，然后也很痛苦也很煎熬。但很神奇的是，我的生理期来了，那我才知道哦，原来我过度节食了。我那时候就这样暴饮暴食，胖到60公斤，甚至快61公斤。那我生理期不来，是因为我长期的营养不足。受伤完的话，大概才过1个半月吧，1个多月而已，我就去健身房运动，所以导致就是我后期可能才会有现在的旧伤。然后就有搭配一些中医的针灸啊，还有就是自己去复健啊。后来很庆幸的是，我接触到了重训。重训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很重要，也是我人生的转捩点。大家会想说，哦，重训不就是运动吗？怎么会是一个好像很大的事情呢？那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，因为我是在重训之后呢，我的体态才有了改变，我的膝盖才有所改善。我那时候膝盖是水肿到我走路都会痛的一个程度，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完全没有办法好好运动。那后来接触了重训，训练了我的大腿肌。当你的大腿肌有肌肉的时候，然后可以去支撑的时候，你走路就不会用到膝盖，所以你膝盖就会改善许多，也比较不会痛。那我现在就是很有感，我膝盖几乎平常没怎样，我完全不会痛，完全没什么感觉。但就是有时候可能身体的湿气比较重的话，可能就会有水肿的状况。我那时候膝盖长达1年都还没好，就是走路还是会有点痛，然后会水肿那一种哦。基本是1年多后接触到重训之后，我的膝盖才慢慢的改善。那当然也是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重训的训练，这个过程也是蛮漫长的。庆幸就是重训可以让我的身体有所改变，就是我可能下班之后就去重训，或者是假日去重训这样子。那我基本上的话就是会一样是练大肌群，然后之后呢我就会做15分钟的有氧。那时候刚接触重训的话呢，大概是56公斤，然后后来减到53公斤。体重的话虽然只有下降2到3公斤，但是我体脂变化非常多。刚才提到我60公斤的时候是34%、34%、32%、29%、28%、27%，这样慢慢减。今天是18.6%，就是不管是脸啊，或者是体态都改变得非常非常多。很多人都会问我说，你花了多久时间才瘦下来？花了很久的时间才瘦到现在这个样子。我在22岁呢，体重是60公斤，体脂是34%。那我现在呢是体重是47公斤，体脂是18.6%，16%的体脂我觉得我蛮厉害的。其实从减脂到现在变化了很多，从一天要摄取多少热量，不知道一天的 TDEE， 然后也不知道自己应该摄取多少的蛋白质，然后也不知道什么是好的淀粉。从那时候慢慢的去看一些健康的文章，还有一些健康的一些 YouTuber 的分享，或者是电视健康的节目，才会知道，你才会慢慢建立一些健康的概念跟观念。我觉得减肥的话，最好是自己煮。自己煮的话，你比较可以控制它的分量跟你的食材的选用，还有你的调味料啊，这些其实都会影响到你整天摄取的钠含量跟你的热量。那我会建议第一个是增加你的蛋白质的摄取，知道你的
一天所需要的蛋白质是多少，增加蔬菜的摄取跟减少你的淀粉量。比如说我午餐原本吃1碗饭，我可能就变成半碗饭，或者是我半碗饭变成地瓜，变成南瓜，变成一些更好的淀粉的时候，还有改变你的进食习惯，你可以在3餐前先喝1大杯水，大概是300到500 CC， 那你可以分次喝，也不用说一次就要把它喝完，那至少让你的胃有一点点没那么饿的感觉，然后你就可以辨识到你是饥饿还是口渴。我吃饭的顺序，其实这个吃饭的顺序养成也是一段时间，让我自己现在已经很习惯了，就是我吃任何东西，我第一个就是先吃蛋白质，再来是吃蔬菜，再来才是吃淀粉。我会先讲蛋白质、蔬菜、淀粉之后，就是我才会吃我想吃的。先吃蛋白质的话，也比较会有饱足感。那最后呢，你吃淀粉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你就会可以控制分量，因为你前面吃完了蛋白质跟蔬菜嘛，你就会觉得可能有7、8分饱了。那接下来你吃淀粉的时候，你可能就可以控制在半碗饭的分量，补充维他命。因为在减肥的时候，你可能会有营养不均衡的状况，因为我们不可能每餐都是吃的非常的完美，这营养非常的均衡，所以我会建议你可以吃综合维他命，还有 B 群的部分，你可以交替吃。因为 B 群是人体的必需维生素之一，那对于减重来说是非常的关键，因为它们参与了你的整个身体的能量跟营养的代谢的过程。所以当你 B 群摄取不足的时候，你可能就会容易觉得累啊，然后有一些倦怠的状况，所以我会建议你就是可以补充一点 B 群。运动的话，我会建议你们先以重训为主，有氧为辅。我觉得你只要有接触到重训之后，你会发现你的身材的改变是非常的明显的。当你接触重训之后呢，你的基础代谢会提高，然后你的肌肉会增加。每一次在加重的过程中，你就会很有成就感，你就会觉得我下一次就可以挑战更重的重量。每一次的进步的话，会对你的肌肉的增长也是很有帮助的。运动的重点就是先选择你喜欢的运动。那如果你觉得重训太困难的话，你也可以先从深蹲开始，或者是你可以看一些影片去做一些肌肉的训练，我觉得都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式。那有氧的话，我觉得也可以并进。有氧的话，你可以斟酌你的习惯是重训完有氧嘛，大概10到20分钟，不要太多，或者是你可以挑一天你自己就是想要做的有氧日也是 OK 的。我那时候几乎都是以重训为主，可能我1个礼拜4天都是重训，然后顶多就是可能走个路啊，或者是平时就是不要搭电梯啊，用爬楼梯的方式。减肥的过程中呢，也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，就是会觉得说怎么减都减不下来，就会觉得很没有动力。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有点在训练你自己的身心灵。我觉得当你可以一次一次的去突破自己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说在生活的大小事或者是在工作上，你都会有更有动力，会更有信心的去完成那件事情，或者是达成你想要的目标。我自己的心得是这样子。过程中我当然也会想要吃零食啊，或者是觉得很想要吃宵夜，会控制不住的时候，我会觉得那都没有关系，不要让暴饮暴食这件事情就是存在你的生活中，选择你适合的饮食方式跟运动方式。那可能有些人他就是一天他就是习惯只吃2餐啊，可能跟他的作息有关，那也没关系，但是希望你可以确保你的蛋白质跟你的其他的营养素的摄取。好几年我是对于吃美食这件事情会有罪恶感，就是我会觉得说我平常的运动那我假日吃的美食，我就会觉得说怎么办，我吃太多，然后就会很焦虑。我说怎么办，早知道不要吃这么多，就会一直murmur，你知道吗？就会觉得说你怎么不，就会跟旁边人说你怎么不阻止我吃？控制不了是自己，因为你就是有压力才会想要吃更多。只有吃8分饱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你身体是舒服的。然后当你知道你吃进了什么食物，你为什么吃这些食物，我觉得吃美食的话是一个很疗愈的一件事情。而且我觉得生活怎么可能没有美食这件事情？那我觉得是控制分量。当你学会了控制分量跟你的心态调整，你就会慢慢对于吃甜点啊喝饮料这件事情不会有很大的罪恶感。
你喝饮料，你可以喝无糖的；你想要喝珍珠奶茶的时候，你可以喝无糖的。那当你想要吃甜点的时候，你可以跟别人 share， 就是吃一半就好，不用把一整个都吃掉，你都可以去做选择跟调整。重点是你想不想要而已。我觉得坚持一个目标，然后平常心的去做，循序渐进的去做，你就会发现你真的会变得不一样。所以我会给自己一个小小的奖励，比如说我这礼拜平日很认真的控制了我的饮食，吃一点甜点来犒赏自己，或者是我会吃任何我想吃的，但我不是那种暴饮暴食，我会就是我今天想要吃韩式，我想要吃日式炸猪排，我就会去吃。我会可能控制淀粉的量，或者是炸猪排不要全部都吃皮，把皮剥一半。那你可以吃的同时，你可以享受到美食，但你会不会觉得热量太多、负担太大这样子？最后是心得与建议，就是经过这一段的努力呢，也已经好几年了。因为这些是我自己去摸索出来的减肥的经验跟心得，它也不一定是最正确的，但是是我试过，我觉得有效，而且对我现在的身体或者心理的状况是最适合的方式，是我最舒服的减肥方式。今年还会再调整一下自己的运动习惯跟饮食。最后想要送你们的一句话就是保持平常心，无论是用在你的生活上、工作上，或者是减脂这个过程中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了。那保持平常心也是之前我在学表演的时候，老师告诉我的一句话，我一直记到现在。然后当我遵循着平常心去对待减肥这件事情，你就会发现它是你生活中的一部分。那当它是你的生活中的一部分的时候呢，那你的运动习惯就会慢慢的养成，所以你就会去习惯去做它。那久而久之就会是一个正向的循环。希望我的故事呢，可以带给大家一些启发跟灵感。那如果你也在减脂的话呢，不要放弃改变的机会。如果你有什么问题，或是你有想要听的主题，欢迎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，我也会继续努力跟你们分享我的减脂的心得。那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影片，别忘了帮我按赞、订阅跟分享我的影片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Golden light ends the day, peaceful sky softly play.